而且很多人其实没有到那种焦虑症状，没有到那种很严重的地步，因为很多人他会觉得自己抑郁了，但其实他没有抑郁症，所以有些人觉得自己焦虑了，他其实也没有焦虑，所以这种东西还是得医生去确诊你是不是真的患上了焦虑或者抑郁症这样的。然后这种东西你确诊了以后，它也是分很多种的，就是有些人焦虑他会有显著的不安，或者各种的精神衰弱，慢性的一种焦虑的障碍啊，然后恐惧啊，各种的情绪，这种其实你就算没患上症状，你其实平时遇到什么事情你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就比方说有时候你会，就比方说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有时候就会想，那这个公司要是老板跑路了怎么办呢？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个人他都会想的，就像我以前小时候会想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想多了我就会觉得很难受，知道吧没有？就是这种过度的为一件事情担心提心吊胆的这种症状，其实稍微这种一点焦虑这种大家都有的。但是如果比较严重的中度，你可能就是注意力会难以集中，或者各种的这种的话，我建议就是你要去先确诊之后再治疗。如果只是轻度的，你自己开导一下自己就可以了没有？但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太闲了，他没有东西，所以他会去怎么样？我觉得大家都会有稍微一点的焦虑吧，但他没到病症的状态。中度或者重度可能他会比较暴躁，然后比较入睡困难，比较难起床，比较不安啊，很害怕呀，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头痛啊，这些中度的这些就会有一些症状出现了，然后会感觉很紧张，不止人的精神紧张，就肌肉也可能很紧张，就是这样的嘛。然后各种的这种就是过分焦虑的表现，如果你真的特别焦虑，然后你也不清楚要不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感觉一下，如果真的过分焦虑，已经头痛，已经到影响生活的地步了，你就去医院检查一下。然后检查一下之后，医生会根据你的精神状态和你的身体状况和你的各种家族历史啊结合之后，给你一个诊断的结果。然后你确诊了以后，你就要开始自我调节了。这个东西见可否可，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它中心点就是不要内耗，缓解你的情绪，懂了吗？所以吸气吐气这种东西，就算你确诊以后，你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去想一些开心的事情，然后不要在小事里面把自己逼得太紧，这只是件小事，是吧？会越来越好的，知道吧？就是放松自己，然后因为医生他只能给你一些辅助治疗，他并不能说你吃了药你完全就好，可能你吃了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个还是让你自己去对自己那个的，因为它只是一种养治的作用，就是养治你这个症状，让你体内的一些含量把它变低，所以这种东西的话，你停药之后，你就还是会焦虑，它只能让你焦虑得到缓解，它并不能让你焦虑完全好。所以你最重要的还是要自己更多的去想一些开心事情，不要钻牛角尖，不要内耗自己，这样才是最那个的，好吧？就是焦虑可能就是你会比较内耗自己，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应该要，然后这个其实也有焦虑症或者什么的，是一些心理疾病，其实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做人最重要是开心，你真的不需要为这个东西太去那个，就是放轻松，微笑快乐的面对生活，好吧？不要焦躁，也不要坐立不安，也不要去太愤怒或者去怎么样，因为事情它肯定是解决方法，它肯定不是你去想啊，你去想也没用啊。而且如果真的到已经心
已经有心悸啊，各种头痛啊，这种已经中度焦虑的这种症状，已经影响到你生活的话，你就可以去看医生，确诊之后合理的治疗了。因为焦虑症的话，它是神经疾病中的一种，神经疾病其实都是比较难治疗的，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表姐，她们就是有一些精神上的疾病，这种东西其实难以治疗的，这种都是你自己，其实都主要是看你自己，药物它只能一个辅佐的作用嘛。但是大部分人其实他有多少的会想一些东西，不至于到影响生活到疾病的状态，知道吧没有？焦虑会暴躁，会头疼睡不着暴躁都有的，焦虑的症状有很多，因为你焦虑已经成为一种病的时候，你真的会特别的敏感，会睡不着觉，可能精神紧张，情绪紧张，然后头痛啊，各种的害怕，过度担心，影响睡眠，然后各种的你还可能会腹泻啊，各种的，就是你焦虑嘛，就是会有一种恐惧感，是很那个的，然后会有些甚至会影响你的工作，会让你在工作上就是不敢去，然后胆小啊各种的，然后它这种是一种就是一种心理上的疾病，然后这种人他一般会就是疯狂的内耗自己，自我怀疑，就是这样的嘛。所以心理上的疾病，就算你看医生，他只能给你一种意见，专业的意见和一种辅佐作用嘛。最后你还是要让，就是还是得你自己，就是得你自己去开导你自己，你只能自我放松，去调节你的心情，增加自己的自信心，然后各种的就是不要胡思乱想，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看一些搞笑的东西，适当的运动，不要让自己就是有太闲去想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嘛，好吧。其实其他的我也没什么专业意见嘛，毕竟我不是专业的医生，所以如果反正大家对自己好一点吧，好吧。